你是不是因為早上趕着出門，每次都會去麵包店，比如 RT Pastry 買個麵包，拿個蛋糕，然後 Touch and Go 付費走人？那個曾經也算是麵包界的當紅炸子雞 RT Pastry 要 IPO 了，市場買的不是那個麵包好不好吃，它的蛋糕再好吃再 mini， 市場要問的是另一件事，這個錢是真的從賣麵包賺回來，還是財報聞起來香，但拆開來裡面的料不一樣。你如果翻開招股書，你會看到 RT 的現金流確實不錯， PE 看起來也不算貴，但另一邊舊店銷售其實有壓力，利潤裡面還有一部分不是靠賣麵包來的。所以這支影片我們不討論這個麵包好不好吃，我們只拆一個問題， RT Pastry 是一個正在被複製的消費品牌，還是一間越開越忙越賺越薄的小型 F&B 公司？很多人看到 RT 要 IPO， 第一個反應很直接，這間我有吃過啊，賣麵包賣蛋糕的地方，有時候 birthday 不知道買什麼就去 RT 看一下。但是最近他們的 Swiss roll 價格不變， size 縮水一半了，對不對？消費者看的是那條 Swiss roll 有沒有縮水，但做投資你要問的不是同一個問題，資本市場真正在問的是這門生意能不能複製。如果一家 bakery 只有1-2間店好吃，那叫手藝精湛，但是如果你可以開17間店，還能維持產品品質，維持 margin， 那才叫商業系統。RT 不是那種拿到政府 project 就可以吹上天的公司，他們的運作方式是中央廚房負責生產，產品配送到各個門店，超過500個 SKU， 有17間店面等着消費者進去買。目前所有店面全部在巴生谷，他們打算 IPO 拿到錢之後，在接下來4年再開16間 outlet， 2026年到2029年每年都開4間，其中有2間會是所謂的大型門店，兼具生產和銷售功能。賬面上看，從17間變成33間，門店數目 double， 聽起來像成長，對不對？但在 F&B 行業有一個很殘酷的逻輯需要先搞清楚，開店這件事成本是現在就要付的，租金現在就要付，裝修現在就要付，人工、水電、折舊，開業第一天就開始跑，偏偏只有收入是以後的事，所以開更多店不等於賺更多錢。更準確的問題應該是每一間新店能不能在合理的時間內達到 break even， 每一間舊店有沒有在退潮， RT Pastry 有沒有一套可以複製，而且複製出來是賺錢的單店模型。這3個問題才是評估一家連鎖 F&B 公司最核心的地方。好，我們把視線從門店移到財報，招股書裡面的 profit 不是不能信，是一定要拆開來看。RT 2025財年的 PAT， 也就是稅後淨利是6 million， 比 FY 2024的5 million提高了將近 20%。 如果只看數字，你會覺得是好事，對不對？但翻到另一頁，有一個數字很有意思，2025財年的其他收入從2024財年的 0.56 million 跳升到 2.53 million， 整整多了將近 1.97 million。 這筆錢哪裡來的？原來主要來自一項一次性處置收益。RT 把位於 Bolocan 的舊廠賣掉了，在賬面上產生了 1.9 million 的資產收益。這筆收益經過稅務處理之後，淨貢獻到 PAT 的金額大約是 0.75 million。 重點來了，舊廠賣掉帶來的那筆錢不能當成每年都會出現的收入，因為舊廠賣完就沒了，你不可能年年賣廠。這就好像我們這個月收入突然變高，不是因為薪水起了，是因為你把家裡的舊腳車、舊電器全部拿去 Carousel 賣掉，賣得很爽，但下個月銀行戶口該進賬多少還是多少。把這筆一次性收益踢掉之後，就是所謂的 normalized PAT， 也就是核心主業利潤，大概只有 5.26 million， 不是一開始說的6 million。 不要小看這個差別，對估值有重大的意義。如果用 normalized 的核心利潤來算， PE 大概是 11.6 倍。講完風險，也要公平地說一個優點， RT 在2025財年的 operating cash flow 是 9.96 million， 還高過它6 million 的 PAT。 這個數字好看是有原因的，麵包店大部分是現金交易，顧客 Pay Wave 錢馬上到賬，顧客買麵包 Pay Wave 或者掃 QR code， 錢收得很快。至少我是沒看過顧客買麵包被允許賒賬的了，有的話留言給我們知道哪裡有這種好康。所以 RT 的 cash conversion 比很多 B2B 生意來得乾淨，公司不是那種賬面賺錢口袋沒錢的公司。但要記住一件事，賣麵包賺的錢和賣廠房賺的錢，資本市場給的估值倍數不一樣。 Revenue 負責熱鬧， Profit 負責體面， Cash flow 負責真相，這3個你要分開來看，
剛才講的是 PAT， 我們是不是也要看一下 revenue 啊 ？2025全年的 revenue 大約是 60.3 million， 而2024年大約也是 60.3 million。表面上看沒有大跌，還算穩定，但這裡有一個問題，必須深挖一層。F&B 和 retail 的世界，不是你開更多店，市場就一定說你很強。Total revenue 這個東西，有時候會騙人。一家 retail 公司 total revenue 沒有跌，你以為生意穩，可是如果它是靠新店把舊店的下滑補回來，那故事就完全不一樣了。所以我們要看的指標就是 SSSG， 全名叫 Same Store Sales Growth， 同店銷售增長率。2024财年的 SSSG 是正 2.26%， 但是来到2025年 SSSG 是負 7.68%， 從正的变負的方向整個反了。簡單講就是如果只看那些開業超過1年的舊門店，他們的合計銷售額比上一年是減少了 7.68%， 這不代表公司馬上完蛋，但舊店體制有沒有問題，這個數字已經在說話了。所以這裡有一個值得繼續觀察的問題，舊店客流減少到底是外部因素比如經濟不好造成的短期衝擊，還是品牌本身的吸引力在結構性下滑？招股書的解釋是經濟不確定，美國關稅衝擊，消費者消費更謹慎，這些理由不是沒有道理，但問題是這些外部壓力不是只有 RT 一家在承受，所以舊店的問題是短期還是結構性，要繼續看後面幾個季度的數据。還有另一個數字很能說明問題，平均每間门店的銷售額在2024年是4 million， 2025年跌到 3.39 million， 下滑了大約 15%。 按 SSSG 的角度來算，每間舊店平均一年少賣了超過 0.6 million， 這不是小數目。所以我要告訴你的是，2025年的 total revenue 之所以還能大約持平，是因為新開的门店貢獻了增量，舊店少賣的靠新店來補，這個邏輯本身不是問題。新店開業初期銷售爬坡是正常的，問題是如果舊店持續漏水，新店到底是在擴張版圖，還是在幫舊店填缺口？如果舊店繼續带赛，市場給的估值不会漂亮到哪裡的。講了這麼多壓力，這裡有一個故事，市場會比較喜歡聽的。就在今年，也就是2026年3月 ，RT 和 HWC Coffee 的運營方簽了一份分銷服務協議，從3月底開始，向 HWC Coffee 門店供應自家的烘焙產品。邏輯很清楚 ，RT 有中央廚房，有產能，與其只靠自己開店賣，不如多開一條 B2B 渠道，把產品批發給別人賣。從麵包店升級成 Bakery Supply Platform， 關公聽了都點頭。為什麼點頭？因為它不像開新 Outlet 一樣燒錢，要租店、裝修這些，而 Wholesale 就可以做到提高中央廚房使用效率，放大 Volume， 擴大 Revenue Base。但聽起來好，和賬面好還差一段距離。目前 Wholesale 渠道的實際規模還非常小。2025年，像一些 Grocery Retailers 和 Cafes 批發得到的收入是 1.76 million， 佔總收入的 2.9% 而已。而且 HWC Coffee 的協議是今年3月才簽的，所以2025年的財報裡幾乎沒有它的貢獻。因此所謂的第二增長曲線，在賬面上目前是一個很小的數字，加上一個很大的預期。講白一點，這條曲線目前只有預期，還沒有收入。要等2026的季報出來，才有數據講話。這裡有3件事需要 aware。第一 ，wholesale 不等於 retail， 自己的門店賣的麵包，價錢要定多少都在自己手裡。批發給 B2B 客戶，對方有採購量，就有議價能力。你有產量，他有選擇權。誰的 margin 先被壓，不是市場說了算，是談判桌說了算。毛利率能不能守住，這個問題在2025年的財報裡看不到答案，要等後面的數據出來。第二，應收賬款會不會變長？現在 RT 現金流做得好，很大程度是因為 Retail 現金收款，但 B2B 批發的付款週期通常更長。如果 Wholesale 放量，Receivables Days 拉長，原本很漂亮的 Operating Cash Flow 也會受影響。第三，這條線太新了，沒有歷史數據可以驗證，能不能成為真正的第二增長曲線，要等上市後幾個季度的財報來回答。在那之前，它只是一個故事，故事好不好，以後的數字會說話。好，來到大家最想問的估值。RT Pastry 的 IPO 發行價是 0.180億一股，上市後總市值大約61 million， 用踢掉一次性收益的 normalized 核心利潤來算，那 PE 大概是 11.6 倍，在 Ace Market 的 F&B 股裡10到11倍多，看起來不算很離譜，不是那種還沒有賺錢就先給你未來10年夢想估值的 IPO， 它有真實利潤，有現金流，有門店，也有中央廚房，不是純 story 就來 IPO。
但有幾個問題值得放在這個 PE 旁邊一起看。第一個問題，這個 PE 對應的盈利，明年還能重複嗎？2025財年有一次性處置收益 ，SSSG 是負數 ，Revenue 幾乎持平。如果2026財年沒有類似的一次性收益加持，主業的利潤能不能至少守住這個水平？這個問題不用猜，等1-2個季度財報出來，答案自然浮出來。第二個問題 ，IPO 的錢能不能產生足夠的回報？這次 IPO 融資約16.5 million， 裡面有4.1 million， 也就是將近 25% 是用來支付上市相關費用的，實際用於擴張業務的錢打了折扣。說白一點，上市之前1/4的錢已經先扣掉了律師費、投行費以及各種手續。這不是批評 ，ACE Market 的上市本來就有成本，但股東要清楚，你實際拿到用來做生意的錢不是16.5 million， 是打了折的那個數，剩下的主要去向是開新店和償還銀行貸款。開店有回報，但需要時間。如果新店的回報率不夠高，上市之後股東的 ROE 反而可能被攤薄。第三個問題 ，SSSG 負 7.68%， 這也是這整支分析裡最值得緊盯的一個數字。如果未來4個季度的季報能夠看到舊店銷售的跌幅收窄，甚至開始轉正，那 RT 的增長 narrative 會重新變得有說服力。如果繼續往下走，那開更多店這套邏輯就越來越難對市場講清楚。RT Pastry 這支 IPO 不是一家沒有料的公司，有20幾年品牌，17間門店，有中央廚房和美美的現金流，上市後的 gearing 也會更低。你的蛋糕可以價格不變 ，size 砍半，但是投資者給的估值不能亂來。最後 RT 能不能被市場重新認識，關鍵不是今天 PE 看起來幾倍，而是上市後它能不能交出3個答案：舊店的人會不會回來，也就是 SSSG 是短期衝擊還是結構性問題？新店開出來之後，能不能帶來真實的 incremental profit， 而不只是 incremental revenue？HWC Coffee 和 Wholesale 這條第二增長線，能不能在毛利守住的前提下真正放量？如果答案一直模糊，那10倍出頭的估值也不會自動變成便宜貨。只有答案陸續變清晰，市場對它的定價會重新調整。麵包好不好吃，那是消費者的事，這3個數字能不能交出來，才是投資者真正在等的答案。所以最後，我想把問題留給大家，你對 RT Pastry 怎麼看？它應該被市場當成一隻消費成長股，還是只是一家小型 F&B chain？ 還是你像我一樣覺得它的 Swiss roll 好吃，但是耿耿於懷變相漲價？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你的想法。這是我答應觀眾接下來 cover 的公司，我們下次見。